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长相思2会员收官，谭健次一句话完美诠释相柳。张晚意告别文大气。长相思第2季会员已经完美收官，继杨紫发文告别小妖并感谢后，邓为张晚意带路娃谭健次也发文告别长相思。杨紫的告别文文采斐然，是难得的一篇礼节小妖的好文章。同时，杨紫作为当红明星的格局和境界，在她的告别文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杨紫无愧女1号，纵使最终小妖归隐大荒民间，她也无愧大女主。枪玄的精神王后，大荒万民的主母，只能是小妖。邓为是用一封给涂山璟的信，告别了涂山璟和长相思。在邓为心里，涂山璟就是一个永远克己为人的角色。剧中，涂山璟遭遇之曲折堪比小妖，涂山侯的算计，防风义应的背叛，都没有改变涂山璟的本心。涂山侯和防风义应的儿子涂山镇，也是涂山璟养大的，最后还成了涂山族的族长。以德报怨，心无片云，过往不滞留，这就是涂山璟。涂山璟的境界，已经达到了《金刚经》中的无所住心，也就是经中说的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历经曲折坎坷，但结局圆满，最终涂山璟小妖手挽手游历大荒，行医济民，这也是对观众最大的安慰了。君今既离家，欲问意如何？但去莫复问，心无恋旧居。涂山璟和小妖都放弃了原来的身份，在大荒天下太平后，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一份随心所欲的自由和洒脱。张晚意的告别文磅礴大气，真正走进了枪玄的内心世界。一统大荒，保护所爱之人和万民，为万世开太平，枪玄无愧大荒一代明主。枪玄和小妖虽然有遗憾，但是就是这份遗憾，才成就了长相思，就是因为这份遗憾，长相思才如此美丽。感谢枪玄为大荒万民做的一切。枪玄在长相思第2季最后，携阿念到清水镇寻找小妖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哪一个都是小妖，哪一个也不是小妖。就像枪玄说的一样，小妖就是大荒，大荒就是小妖。一统大荒，是千秋功业，有了枪玄，医院梨花春有主，连宵风雨不须愁。记住枪玄，记住枪玄秋毫无犯，帮百姓修堤筑坝的大军吧。唱秋风，连营画角，故宫里属。底是昆仑清砥柱，九地黄流乱注。据万落千村胡兔，天意从来高难问，况人情老一杯难诉，更难谱。送君去。带路娃的告别文，就是阿念浩灵异的成长经历。可喜的是，阿念从一个傻白甜的浩灵王姬，成长为大将军，又为大荒百姓不受战乱之苦，以浩灵国位嫁妆，嫁给了自己最喜欢的枪玄哥哥。虽然两人一年只有1个月的相处时间，但这是阿念作为大荒王后的责任。枪玄带着阿念去清水镇寻小妖，已经证明，在枪玄心里，除了小妖就是阿念了。
陈荣、新月等人，走不到枪玄心里。戴洛娃感谢了所有帮助阿念成长的人。林家有女已长成，阿念长大了，戴洛娃也长大了。长相思第二季中，最宿命最悲情莫过于香柳，估计在播出期间，收获观众眼泪最多的就是香柳了。谭健次告别香柳，告别长相思，只有一句话：我想让你们记住我，香柳。太霸气了，这才是香柳。谭健次的水平太厉害了，一句话直达香柳灵魂深处。虽为爱舍去3条命，虽万箭穿身也不屈服，这就是香柳。香柳曾经来过。对于谭健次的告别文，观众们表示，来世别再做军师香柳了，做防风背吧，好好玩，好好乐。大荒一统有利于万民，大荒必然统一。从剧中枪玄的心胸格局和所作所为来看，大荒必然由他统一。其实，香柳是有可能不死的，要是他做通工作，解散陈荣残军，自己和涂山璟小妖一样，也选择归隐，或许大荒百姓会更加尊敬他。不过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香柳死战到底，或许有他更深的考虑。或许，就是因为香柳曾经来过，大荒才真正有了万事太平。长相思第二季虽然比第一季虐心，但是意境还是非常美丽的。剧中各个角色的升华和格局放大，都在第二季。清水镇这个小妖闻小六和涂山璟夜时期，枪玄、香柳初次际遇的地方，历经战火以后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更是在宁静中熙熙攘攘，一静一动中，所有的角落都有小妖和他们的故事，都有小妖留下的美丽。下面，和杨子一样，用长相思中的一句话，送给涂山璟、枪玄、阿念、香柳和所有温柔、善良、勇敢的人。苦难之所以能成为苦难，只是因为遇到他们的人都被打败了，而我们打败